1796年，意大利战场硝烟弥漫。27岁的拿破仑，波拿巴刚刚迎娶了比他大6岁的约瑟芬·德·博阿尔内。新婚仅3天，这位后来震撼欧洲的军事天才就不得不奔赴前线。在那个没有电话、没有视频通话的年代，他们只能靠书信维系感情。拿破仑给约瑟芬写了无数封情书，字里行间满是思念与焦虑。我的生命就是约瑟芬，没有你，我就没有快乐，没有你，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荒芜的。我每天给你写信，可是你却很少回信，这让我痛苦不堪。我的心在流血，距离是可怕的，它让我怀疑你的爱。这些情书后来被史学家们津津乐道，被誉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情书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这段被距离分隔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。约瑟芬在巴黎的社交生活越来越丰富，而拿破仑在战场上的思念却越来越沉重。1809年，拿破仑以没有子嗣为由与约瑟芬离婚，但真正的原因，或许是那些年的分离已经让2颗心渐行渐远。即使是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皇帝，也无法征服距离对爱情的侵蚀。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而真实的道理：距离从来不是爱情的试金石，而是爱情的消磨剂。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，我们似乎被一种错误的观念洗脑了。真正的爱情应该能够跨越一切障碍，包括物理距离。我们被告知，如果你们的感情经不起分离的考验，那就说明爱得不够深。这种观念不仅反人性，更是对爱情本质的误解。爱情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它需要具体的载体，一个拥抱，一次对视，一起吃过的晚餐，并肩走过的街道。当这些具体的载体被距离剥夺时，爱情就失去了它的养分。心理学家约翰·戈特曼在研究了3000对夫妻后发现，那些能够长久维持关系的伴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向对方转身。这种转身不是什么宏大的浪漫举动，而是那些微小的具体的关注。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，怎么了？这个电影挺有意思的，你觉得呢？我给你倒杯水吧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互动构成了爱情的基石，而这些都需要物理上的在场。2020年的疫情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爱情压力测试，无数情侣被迫分离，无数关系在这场考验中走向终结。我记得那个春天，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感慨，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脆弱。一对交往3年的情侣，仅仅因为隔离了1个半月就选择分手。外人看来或许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当事人的痛苦是真实的。那种见不到面的焦虑，得不到及时回应的不安，无法肢体接触的空虚，都是人性最本能的反应。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，更不应该用不够独立、太依赖这样的标签来破自己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承认，人就是需要具体的爱，需要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关怀。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在《爱情笔记》中写道，我们对爱情的渴望，本质上是对确定性的渴望，而确定性只能通过具体的、重复的、可感知的行为来建立。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，一次陪伴胜过无数承诺。这不是因为我们肤浅，而是因为我们是人。在这个超连接的时代，
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保持联系。微信、视频通话、社交媒体，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爱人交流。但这种便利，也带来了一种错觉。我们以为数字化的连接可以替代物理上的在场。事实上，研究表明，即使是最高清的视频通话，也只能传递面对面交流中60%的信息。那些微妙的表情变化、肢体语言，甚至是气味，都无法通过屏幕传递。更重要的是，数字化的交流缺乏共同在场的体验。你们可能同时在线聊天，但你在北京的咖啡厅，他在上海的办公室，你们分享的不是同一个空间、同一个时刻，而是两个平行的孤独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实验，研究人员让一组情侣每天视频通话，另一组情侣每周见面一次。3个月后，前者的分手率比后者高出47%。这个数据或许让人沮丧，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：爱情需要物理上的共同在场，需要真实的、立体的互动。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对距离恋爱的美化，从廊桥遗梦到北京遇上西雅图，从古代的山盟海誓到现代的异地恋，我们总是被告知，真正的爱情应该能够跨越时空。但这些故事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，它们要么是短暂的激情，要么最终以相聚为结局。没有哪个经典爱情故事是以永远分离为完美结局的。即使是那些被传颂的柏拉图式爱情，也往往建立在深厚的现实基础之上。柏拉图本人与苏格拉底的师生情谊，是建立在长期的面对面交流基础上的。我们需要承认一个不那么浪漫但更加真实的事实：大多数人都不是圣人。我们需要具体的、可感知的爱，这不是我们的缺陷，而是我们的本性。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，人类对归属感和爱的需求是建立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基础之上的，而这些需求都需要通过具体的、物理的方式来满足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爱情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。当我们与爱人在一起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、催产素、血清素等快乐激素。这些激素不仅让我们感到愉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帮助我们建立情感连接和信任。但这些激素的释放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理上的接触和共同在场。一个拥抱可以释放催产素，一次对视可以激活镜像神经元，一起进餐可以增强归属感。这些都是视频通话无法完全替代的。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，长期分离的情侣，其大脑中与依恋相关的区域活动会逐渐减弱。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对方，而是因为大脑需要持续的刺激来维持这种连接。换句话说，爱情不仅仅是一种情感，更是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技能。而这种练习需要在真实的、物理的空间中进行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经常被告知要独立，不要过分依赖伴侣。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，但它也可能被误用，成为逃避亲密关系的借口。真正的独立，不是不需要任何人，而是能够在保持自我的同时，与他人建立健康的连接。真正的爱情，也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偶尔的相遇，而是两个人选择共同创造一个我们的空间。心理学家约翰逊在《依恋理论》中指出，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，
我们对连接和归属的需求是正常的、健康的。那种认为真正成熟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观念，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现。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健康的依恋关系。健康的依恋不是黏腻的纠缠，而是在保持个体性的同时，能够向对方敞开心扉，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寻求支持，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提供安慰。而这一切都需要在真实的、具体的互动中学习和练习。那么，在这个充满距离和分离的现代世界中，我们应该如何经营爱情呢？首先，承认距离的挑战，而不是美化它。如果你们因为工作、学习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分离，那就诚实地面对这种挑战。不要假装距离不是问题，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。其次，最大化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质量。当你们能够见面时，放下手机，专注于彼此，一起做饭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看电影，创造那些具体的、共同的回忆。第三，建立规律的见面节奏，即使不能每天见面，也要确保有规律的相聚。这种可预期的见面能够给关系提供稳定感。第四，在分离期间保持有意义的连接。虽然数字化交流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的互动，但它仍然有其价值。关键是要让这种连接有意义，分享真实的感受，而不是表面的客套。讨论深层的话题，而不是流水账式的汇报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相信你们的感受。如果长时间不见面让你感到焦虑、不安，那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、合理的。不要因为别人说真爱应该经得起考验就否定自己的感受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情侣成功地维持了长距离的关系，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成功的案例，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：明确的相聚计划，他们不是无限期的分离，而是有明确的重聚时间表。这种确定性给了关系希望和方向。深厚的现实基础，他们在分离之前已经建立了深厚的现实连接。他们了解彼此的习惯、喜好、朋友圈，有共同的回忆和经历，共同的目标。他们的分离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比如事业发展、学业深造等。这种共同目标让分离变得有意义。高质量的沟通，星号他们不仅仅是聊天，而是真正的沟通。他们分享内心的感受，讨论未来的计划，保持情感上的连接。星号定期的相聚，即使距离遥远，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定期见面，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。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，跨越距离的爱情并非不可能，但它需要更多的努力、更强的意志，以及更深的承诺。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对浪漫的误解，我们以为浪漫就是玫瑰花、烛光晚餐、昂贵的礼物。我们以为浪漫就是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的海誓山盟。但真正的浪漫，或许就在那些最平凡的时刻，一起在超市挑选晚餐的食材，在沙发上一起看一部无聊的电视剧，在对方生病时递上一杯温水，在对方沮丧时给一个无言的拥抱。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，构成了爱情的真正内容。它们不够诗意，不够传奇，但它们真实、具体、可感知。真正的浪漫，不是超越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创造美好。在这个快节奏、
高流动性的时代，我们都面临着距离的挑战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爱情，而是要更加珍惜那些能够在一起的时光。如果你们正在经历分离，不要否定自己的思念和焦虑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情感反应。制定明确的相聚计划，给关系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在分离期间保持有意义的连接，但不要指望它能完全替代面对面的互动。如果你们能够在一起，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时刻，不要总是期待特殊的浪漫。放下手机，专注于彼此，创造真正的共同体验。不要把在一起的时光视为理所当然，要有意识地经营和维护。无论你们处于什么状况，相信自己的感受，不要被那些反人性的爱情观念绑架。记住，爱情不是一种考验，而是一种滋养。真正的爱情应该让你们都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让你们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最后岁月里，经常想起约瑟芬。他说，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，但这种怀念更多的是对那些具体时光的眷恋。他们一起在马尔梅松城堡的花园里散步，一起在巴黎的沙龙里谈笑风生，一起度过的那些真实的、可触摸的时光。爱情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它需要具体的载体，需要真实的互动，需要物理上的共同在场。承认这一点，不是对爱情的贬低，而是对爱情本质的回归。在这个充满距离和分离的世界里，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能够在一起的时光，不要让错误的浪漫观念绑架了你们的感情，不要用反人性的标准来衡量你们的爱情。真正的爱情，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，选择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转身，